在阿彌陀佛信仰傳入中國的初期，比如慧遠大師那時，修淨土信仰還是一項少數精英能做的事情，因為這需要極深的禪定和佛力。但現在，即使不識字的老頭老太太，即使是臨終的罪人，甚至一輩子沒修行的人，他們都被承諾，只要念10聲佛號，就能直接脫離生死輪迴。這到底是迷信，是騙局，還是事實？讓我們來弄清淨土中的真相。今天我們就順着曇鸞、道錯、善導這3位關鍵人物，來把這條線捋清楚。是的，這個演變過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像是一場持續了上百年的思想接力賽。每一位大師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往前邁了一大步，方向就是越來越普及，越來越貼近普通人的情感需求。一場接力賽，這個比喻好。那麼我們就從這場接力賽的第一棒選手曇鸞大師開始吧。好的，我們來抽絲剝繭地分析一下曇鸞大師這個人，他自己的經歷就特別有戲劇性。本來是個學問很高深的僧人，結果一場大病讓他對生死產生了巨大的恐懼，甚至還跑去學道教的長生不老之術。對，後來遇到了來自印度的菩提流支，才算是找到了方向。據說當场就把辛辛苦苦求來的道经给燒了。這個故事本身就充滿了張力。這個故事非常關鍵，因為它點明了曇鸞所有理論創新的一個原點。他要找的不是暫時的健康，也不是升天享福，他要的是一個能徹底終結生死輪迴的終極解決方案。這就引出了他的第一個革命性貢獻，也是思想上的第一個啊哈時刻。是的，就是曇鸞明確提出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在3界之外的。等一下，3界之外這4個字聽起來很玄，但它的顛覆性到底在哪裡？在當時，這個說法算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嗎？絕對是。在曇鸞之前，很多修行人向往的目標，比如說彌勒菩薩在的那個兜率天，雖然很美好，但本質上還是在3界之內，還在輪迴這個系統裡。對，還在這個大系統裡，天賦享盡了，還是有掉下來的風險。但曇鸞直接說，淨土是一個界外的存在，你一旦去了，就等於徹底跳出這個遊戲了，永遠不會再掉回來。所以這是第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淨土從一個更好的來事兒變成了一個終極的解決方案，這一下就把整個遊戲的規則給改變了。我明白了，這好比以前大家努力的目標是換個頭等艙，但航線終點不變，曇鸞直接告訴大家，我這兒有張票，可以直接送你到目的地，甚至不用再坐飛機了。資料裡提到了一個橫向處理的比喻，是不是就在說這個？對，那個竹筒裡螞蟻的比喻簡直是神來之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隻螞蟻在一個長長的密封的竹筒裡，按常規它得吭哧吭哧爬到最頂端才能出去，對吧？這就是所謂的豎向處理，非常難。非常難。但曇鸞的理路就等於有人在竹筒側面給它鑽了個洞，螞蟻只要爬到洞口，就能直接橫着出去，不用走完全程了。是個捷徑。是的，淨土法門因此就成了一個捷徑中的捷徑，它的吸引力瞬間就提升了好幾個量級。那目的地升級了，路線也成了捷徑，下一個問題自然就是怎麼走上這條捷徑，具體的修行方法是什麼？曇鸞有沒有也給他來個簡化升級？他確實這麼做了。在他之前，比如說《觀無量壽經》裡描述的那個修行法門，極其複雜，要求修行者在腦海裡像放高清電影一樣，清晰地觀想出極樂世界的每一個細節，從水池到蓮花，再到佛菩薩的光芒，這普通人光聽聽可能就放棄了。肯定啊，所以曇鸞就把它簡化了，簡化成在心中稱念或者說思維阿彌陀佛的名號。從觀想一個世界簡化到思維一個名字，這確實是巨大的簡化。他的理論依據是什麼呢？他認為佛的名號不僅是一個代號，它本身就包含了佛的全部功德和實在性，也就是所謂的名體不二。名體不二。對，所以你思維這個名號，就等於直接連接上了佛的本體。
這個在佛學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籍，為後來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不過這裡好像有個矛盾的地方，如果阿彌陀的願力這麼強大，名號的力量也這麼不可思議，為什麼曇鸞還那麼強調往生的關鍵在於臨終那一刻，修行者自身一心不亂的高度專注力？聽起來他還是把最終成功的責任很大程度上放在了修行者自己身上，這感覺有點不保險啊！萬一我臨終的時候心亂了呢？這個問題問到點子上了，這正是曇鸞理論的一個局限性。他雖然搭建了宏偉的理論框架，但他對他力的闡釋還不夠徹底。他認為阿彌陀佛的本願是創造了一個完美的目的地，但要想到達那裡，你自己的引擎，也就是臨終那一刻的專注力，還是至關重要。所以這套理論對精英修行者來說是巨大的福音，但對掙扎在病痛和恐懼中的普通人來說，門檻依然很高。好的，所以曇鸞搭建了這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但他留下的問題也很明顯。這套精英式的修行，普通人根本做不到。這就好像設計了一輛性能炸裂的超級跑車，但規定只有專業的賽車手才能開。感覺道绰大師就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沒錯，道绰登場時，他面對的就是這個局面。資料裡提到，他晚生了20年，但對曇鸞崇拜的五體投地，自視為曇鸞的私塾弟子。據說他是在讀了曇鸞的碑文後大受感動，才徹底轉向淨土法門的。那他要做的就是把這輛超級跑車的鑰匙交到每一個普通人手裡。對，而他用的方法簡直是天才级的。哦，他做了什麼？道绰的珍重杀手鐧是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具有巨大衝擊力的时代觀念——末法時代。他通過研究佛經，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距離佛陀在世時已經太遙遠了。整個世界，包括人心、環境、人的根基能力，都在全面的、不可逆轉地退化。聽起來像是一種彌漫在整個社會的悲觀情緒，覺得好日子到頭了，世界要完蛋了。它對當時的佛教徒到底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絕望。絕望。對，從南北朝到唐代，社會長期動盪，而且佛教還遭受了2次毀滅性的打擊，就是那個滅佛事件。對，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你想象一下那個場景，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但你親眼看到官兵衝進寺廟，砸佛像、燒經書，強迫僧人還俗。你心裡會怎麼想？佛法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們是不是被拋棄了？這種恐懼和絕望是真實存在的，它為一場徹底的思想變革提供了土壤。我懂了，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切膚之痛。當外界的環境讓你覺得修行越來越難，甚至連修行的場所都被毀了，你自然會懷疑以前那套方法它還管不管用。正是如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像曇鸞、道绰這些高僧，他們就開始重新審視整個修行的道路。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時代變了，已經進入了佛陀所說的末法時期。末法時期，在這個時代，眾生的根基，也就是修行的能力，整體上變得浮淺暗鈍。浮淺暗鈍，說白了就是又笨又懶，心儿還特別亂。你這個翻譯很到位。哇，這招太厲害了！道绰這不就相當於把一個可選生氣包變成了強制安全補丁嗎？他直接告訴所有人，時代变了，各位，你们的舊系統已經帶不動了，到處都是病毒和漏洞，不裝我這個淨土法門，你們就死定了。這簡直是天才級的營銷。您這個比喻非常精準，他把淨土法門從眾多修行道路中的一個選擇項，也就是所謂的易行道，直接提升成了末法時代下唯一的必選項。沒錯，他說，在這樣的時代，還想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成佛，也就是他說的聖道門或者難行道，就如同逆水行舟，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這種強烈的時代危機感和緊迫感是前所未有的，它極大地推動了淨土法門的傳播。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會那麼熱情地向所有人推薦。資料裡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細節，為了幫助大家修行，
他甚至發明了用豆子計數的方法，念一聲佛號就數一粒豆子。對，據說後來還發展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念珠。他把修行從一個很玄的內心活動，變成了一個非常具體、可以搓摸、可以計數的日常行為。是的，他是一個非常積極和富有創造力的布道者。他讓修行變得日常化、可操作。但是道绰依然沒有完全解決那個核心問題。他對念佛的定義，主要還是指向一種達到三昧，也就是深度禪定狀態的心中觀想。口頭念誦可能更多的被看作是幫助集中精神、達到心中觀想的一個輔助手段。我明白了。所以道绰成功地製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也提供了初步的用戶工序。但它產品的核心功能，那個最關鍵的修行方法定義依然有些模糊。一個完全沒有禪定功夫、目不識丁的老太太，或者一個臨終前痛苦萬分、根本無法集中精神觀想的人，到底能不能得救？這個問題，他還是沒有給出斬釘截鐵的答案。完全正確。他把所有人都拉到了賽車場，告訴大家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再不出發就晚了。但他還沒來得及說清楚究竟是踩油門還是按哪個按鈕才能啟動，而解決這最後1公里問題的，就是他的親傳弟子，也是我們今天故事的終極革新者善導大師。好的，現在輪到善導登場了。資料將他的貢獻行為一次徹底的突破，所以道绰把大家帶到了門口，善導是那個最終把門踹開的人。踹開，而且是把門都給卸了，讓所有人都能進來。善導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把之前那些所有模棱兩可、讓普通人望而卻步的地方，全都用最清晰、最決絕的語言給說透了。資料裡總結了他的4大創新，每一個都像一枚重磅炸彈，徹底重塑了淨土法門的樣貌。我們來逐一看看這4枚炸彈。第一是什麼？第一，誰能看見淨土？之前的理論，比如說曇鸞的報土說，暗示着只有修行水平高的人才能完整的看到莊嚴的淨土，普通人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像。善導直接說不對，所有人，無論你是誰，哪怕你帶着滿身的煩惱和業障，只要你往生到了淨土，你看到的淨土就是完完整整和佛看到的一模一樣的莊嚴世界。這太顛覆了，但他的理由是什麼？理由非常有力。你之所以能看到，不是因為你的心有多清淨，而是因為這是阿彌陀佛本願的力量所成就和加持的。決定性的力量在佛那邊，不在你這邊。哇，這一下就打消了普通人最大的顧慮：我這麼差，配看到那麼好的世界嗎？善導的回答是配，因為這不是靠你，是靠佛。好，這是第一個解決了看的問題。那第二個呢？第二個，具體怎麼修？這個問題上，善導的回答是石破天驚的。他明確指出，經文裡說的念，主要就是指口稱，也就是張開嘴，大聲地念出來，南無阿彌陀佛。他引用了《觀經》裡那個壞事做絕的惡人，在臨終地獄景象現前時，因為心已經亂成一鍋粥，根本無法觀想。善知識就教他，你只要跟着我連續口念10聲符號就行啊，就靠這10聲符號。對，結果他就靠這10聲符號得救了。這個例子太關鍵了，他等於找到了經文裡最有力的判例，直接把修行的門檻從心中思維這種高難度的腦力活動，降到了口中稱念這種任何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能做到的體力活動。是的。第三，誰能去淨土？或者說，淨土這個法門到底是為誰準備的？之前的解釋很複雜，說《觀經》裡描述的9品往生，上品是給大菩薩的，中品是給小乘聖人的，下品才輪到凡夫。善導又一次說，全錯，那些聖人們早就有能力解脫了，他們根本不需要這個捷徑。這整整9品，從上到下，全都是為我們這樣的普通凡夫準備的。這等於把整個用戶畫像都給改了。他告訴所有人，別誤會了，這個產品從一開始就是為你們普通用戶設計的，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專業版。這給了上至善人，下至惡人，所有普通人巨大的希望。沒錯，就引出了第4點，也是最根本的轉變。
往生的決定性力量到底是什麼？善導用最響亮的聲音強調，是阿彌陀佛的他力。往生這件事兒成功與否，完全是靠佛的願力在兜底，是佛主動來接引我們。成功是由佛來保證的，而不是靠我們自己那點微弱、搖擺不定、時有時無的力量。那麼這一切意味着什麼呢？把這4點串起來看，一個全新的途徑出現了。是的，這意味着淨土的大門向每一個人徹底敞開了。無論你的修行水平、道德品行、知識文化如何，甚至無論你是在平時還是在臨終，只要你相信這個承諾，並且願意開口念出這句佛號，善導把它變成了整個法門的核心特徵。這是一個極其徹底的思想解放。資料裡那個著名的2合白道喻，就是善導為了讓大家直觀地理解這個過程而創造的吧？對，那個比喻簡直是一部微縮的心理電影，把善導的整個思想都形象化了。我們可以跟着資料再走一遍那個場景：你一個普通的凡夫，正走在曠野上，突然身後衝出一群盜賊和猛獸，象徵着死亡和內心的煩惱，他們要把你逼上絕路。你往前跑，跑到一條大河邊，發現沒路了。而且這條河很可怕，一邊是深不見底、波濤洶湧的水河，代表人的貪婪；另一邊是烈焰衝天、吞噬一切的火河，代表人的嗔恨。是的，貪和嗔是人最根本的煩惱。你回頭是死，往前看也無有生路。就在這絕望的時候，你發現在水火2河中間，居然有一條極窄的白色小路，大概只有4-5寸寬，從你腳下的此岸一直通向對岸。這條白道就象徵着你內心升起的那一絲願意往生的清淨願心。這時候身後和對岸都有聲音傳來。對，你身後的此岸，釋迦牟尼佛在為你打氣，鼓勵你說：朋友，別怕，只管順着這條路走，你絕不會死。如果停下來，你必死無疑。而在對岸，阿彌陀佛正在大聲呼喚你，你一心正念，直接過來，我能保護你，不用怕會掉進水火裡。所以，這個比喻最核心的畫面，就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在身後推力和對岸拉力的鼓勵下，完全憑着對這條白道的信，走過重重危險，最終得救。他自己其實什麼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和前行。您總結得太好了，這幅圖景就是善導思想的精髓。在煩擾的水火之中，凡夫的得救靠的不是自己的游泳技術，而是完全仰賴兩岸佛陀的慈悲召喚和那條由佛力鋪就的連接信念的白色小道。我們來回顧一下這條清晰的演變路徑。曇鸞像一位建築師，搭建了界外淨土這個宏偉的理論框架，並簡化了修行的藍圖。接着，道綽像一位充滿激情的布道者，用末法時代的觀念，賦予了這個法門無與倫比的時代緊迫感，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最終，善導像一位徹底的改革家，澄清了所有操作細節，把口稱名號和完全他力作為最終標準，為所有人打開了通往淨土的大門。這個演變過程清晰地展示了宗教思想為了適應最廣大民眾的心理需求是如何進行自我調整和演化的。你看，那個核心問題，最終從我需要具備多高的能力才能得救，徹底轉變成了我是否能夠相信這個承諾。從對自我能力的依賴，到對外部力量全然信任的根本性轉變。對，就是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轉變。確實如此。不過，資料最後也提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甚至有點不安的現象。善導大師的教法因為太受歡迎，把往生淨土說得如此確定和容易，以至於在當時社會上竟然出現了一些信眾為了能立刻去到那個美好的世界而自行結束生命的熱潮。是的，雖然這些歷史記載可能存在一些誇張的成分，但類似事件在當時並非孤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善導的這套理論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衝擊力是何等的巨大。曇鸞把解脫從更好的來世變成跳出三界，道綽用末法時代的概念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
善導則把一切複雜性壓縮成一句：你只要相信，剩下的交給佛。但修行變得如此確定，如此簡單，如此有保證，以至於當時真的有不少人選擇提前結束生命，只為立刻抵達那個世界。那這條終極救贖之路被描述得如此可靠，如此低門檻時，它究竟是在拯救人，還是也在無意中改變了人對此世生命的態度呢？在評論區和彈幕裡留下你的看法吧。